无畏曲折迷离 ，K 姐奇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2018年3月，一篇科学论文在媒体上引发了轰动，共有33名科学家声称，章鱼拥有外星生物的 DNA。还有一些科学家推测，如果有一天人类消失了，那么最适合进化成地球上优势物种的动物，并不是另一种灵长类动物，而是海洋中的章鱼。这一发现似乎揭示了海洋不为人知的一面。这是否意味着一些海洋生物并非地球物种，或者是说被谁带到了地球上呢？此外，曾有很多人在美国加州海岸目击到了 USO， 也就是不明潜水物。我们之前也有一期节目聊到过俄罗斯出现的 USO。那这些世界各地从海洋里飞出来的奇怪光点，是否是来自于其他星球呢？又或者是地底人？海洋深处真的潜藏着外星基地吗？人类对深海的探索，在某些方面来说是非常困难和危险的。相比之下，连太空任务都显得更容易一些。现在，人类已知的海洋最深处是位于太平洋底的马里亚纳海沟，其深度达到了11000多米。但尽管那里有着地球上最恶劣的环境，比如水压大、温度极低，完全处于黑暗之中，并且严重缺氧和食物，但让研究人员惊讶的是，在这些海洋的极端深处，依然还有着生命的存在。这让他们不得不怀疑了，在深海的某个人类尚未到达的角落，是否存在着来自于其他世界的外星人群落，又或者是外星基地呢？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想法，但许多外星人研究专家都相信海洋是足够广阔的，而且人类的技术难以实现在海洋深处长久地进行探测，所以超过90%的海洋人类都还不了解。那90%多的海洋空间是否是外星人最好的藏身之地呢？有人说，外星人之所以会选择海洋作为隐身之处，还有一个原因是，比起陆地来说，海洋会是更适合外星人进行生命活动的地方。首先，生命所必需的一切资源都可以在海洋中找到。此外，一些科学家认为，水生生物要比人类更容易适应太空的环境，因为我们人类习惯在陆地上活动，但我们通常只会，比如左右前后的移动，这属于2D 运动。而水生生物则更习惯于水中的3D 运动，也就是说，它们不但可以前后左右的运动，还可以随意的上下运动。在太空中，对人类来说的最大挑战就是失重了，而重力对水生生物的影响就明显要小得多。考虑到这一点，比起陆地来说，外星人可能同样会更加适应在水中的活动。而且在现实中，世界各地发生过很多 USO 目击事件，也就是不明潜水物目击事件，也许能证明这一点。2014年，在美国加州的马里布市，卫星就曾拍摄到了距离海岸约10公里的海床上有着一个奇怪的构造。卫星照片显示，这个东西有着一个类似椭圆形的平顶结构，其底部有着几个支撑柱，大概延伸到了水下600米。从某些角度来看，有点像一个石油平台。更加奇怪的是，警察局有记录显示，有当地人曾多次拨打911报警电话说，在水下建筑所处的位置上曾有奇怪的光点从海洋里发射出来。所以有很多人就好奇了，这是否只是隐藏在海洋深处的众多外星基地之一呢？很多研究学者对此深信不疑，他们还指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关于 USO 的故事。曾经就有很多目击者看到不明飞行物从海底冲了出来，然后直接飞到大气层中，比如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就有聊过的俄罗斯 USO 事件。而在墨西哥湾以及佛罗里达的海湾都曾有不少水手目击过 USO。 一些水手们在水下时看到有亮光跟着他们的船，据目击证人所说，他们看起来不像是潜艇，而且也没有人能解释那些能在水里快速飞行的不明飞行物到底是什么。自古以来，海洋都是地球上最神秘的地方，人类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对海底世界的探索。但直到16世纪，人类才知道海洋占了地球表面的绝大部分地区。直到20世纪，人类才得知海洋的平均深度达到了3700米。
而今天，人类对海洋深处的了解还远远比不上对月球和火星表面的了解。可想而知，海洋对于人类来说，无疑是地球上最危险和神秘的区域。那里可能有着我们无法想象的外星世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世界各地有很多文明都出现过与海洋生物相似的神，而且十分崇拜。但奇怪的是，很多古人所崇拜的神都和章鱼十分相似。那问题来了，这世界各地的古人为何会不约而同地将章鱼作为崇拜的对象呢？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古人早已意识到章鱼对我们这个星球来说其实是外星生物呢？我们刚才就有提到过，在2018年就已经有33位科学家声称，章鱼的确是一种神奇的生物。但更加不可思议的是，章鱼的身上竟携带有外星生物的 DNA，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科学家们首先对章鱼的基因进行了研究，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章鱼的基因十分强大，它们总共含有大约5万个基因，而相比之下，人类只拥有了25000个左右的基因。所以在很多方面，章鱼看起来比人类更加复杂。这种复杂性还体现在了很多方面。最明显的就是章鱼有着十分特别的身体构造，它一共具有9个大脑和3个心脏，并且从一出生开始就可以随意根据环境改变自己的身体。不同于人类的大脑，只有1个，且位于头部的中心。章鱼的9个大脑是分布在身体各处的，因此章鱼可以很轻松地控制周围的环境。它们能够在水下通过堆积石头和贝壳来建造自己的家，也可以在几乎一瞬间操纵自己的身体变成不同的形状，以此来模仿其他动物或伪装自己，甚至能想办法打开广口瓶。然而，这还不是最让我们惊讶的。章鱼凭借着超强的基因优势，还发展出了预测未来的能力。比如，著名的章鱼保罗就曾预测过14场世界杯比赛的结果，并成功猜对了12次，其准确率让人难以置信。因此，一些科学家就曾推测，在人类消失的情况下，章鱼很有可能会进化成地球上的优势物种。同时，章鱼还拥有一种极为特殊的能力，那就是它们能够编辑自己的遗传密码。我们可以把 DNA 的双螺旋结构看成是一个拉链，将拉链拉开后，就能产生另一种 RNA 分子。RNA 可以将信息从 DNA 转移到蛋白质，而章鱼就有这种惊人的能力，可以根据环境，通常是温度，来编辑自己的 DNA， 并制造出全新的蛋白质。拥有了这种强大的能力，章鱼自然就能迅速适应各种环境，也就能获得比其他生物更大的生存机会。甚至有科学家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如果人类不在了，章鱼还有可能会统治地球。科学家们之所以会认为章鱼是最接近外星文明的生命，还因为他们无法找到与章鱼祖先有关的信息，就好像这种生物是被完整的从另一个世界带到了地球，然后再被投放进了海洋之中。有研究学者就曾表示，我们的海洋有可能是一个外星生物实验室，就像我们现在在其他行星上进行研究一样，其他星球的生物也有可能正在利用我们的海洋作为自己的实验室。也许古人早就发现了章鱼的特殊性，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在世界各国的雕像或者石板上找到章鱼的形象。除了章鱼之外，还有很多科学家无法解释的物种，比如另一种被科学家称为海洋外星人的生物，它的名字叫栉水母。它同时也是过去20年里被发现的最为奇怪的海洋生物之一。栉水母的神奇之处在于，它有着2个与人类非常相像的神经系统，而且它的大脑具有不可思议的再生功能。作为最古老的多细胞生物之一，栉水母对科学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谜。如今90%以上的海洋还没有被人类探索过。在浩瀚的海洋中，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先进文明，这些文明的创造者当然不是我们地球上的人。根据现在我们已知的线索得知，外星文明比我们至少先进了几千年吧。但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会从遥远的星系来到我们的星球，并定居在海洋之中呢？
也许就像那些外星研究学者所说的那样，外星生物可能不仅是曾经把外来物种放在海洋中做实验，也许今天它们还在海洋的深处继续着它们的活动。当然，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总有一天，等人类的科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时，海洋外星人之谜可能才会被真正的解开。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